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。那我们本身呢，就是把教育部要求孩子们要掌握的成语，全部我们归纳到一篇的韵文当中。哎，成语有一个特点，它是可以接龙的。那我们说一鸣惊人，后面就可以人杰地灵啊。那么后面再可以连续不断的往下接，比如说灵，那我们还可以说用简单一点的方法呢，就是说只要是语音方面可以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游戏下来，比如说一鸣惊人，人杰地灵，另眼相看，侃侃而谈，谈笑风生，声东击西，这样的接下去就比较好玩。那么我们把这个成语可以接龙的这样的形式，和我们中国语言学习最古老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，就是韵文来结合，变成了一篇成语韵文，而且我们再把它配上音乐，这样的孩子们学起来就朗朗上口了。那么学习8条也好，16条也好，甚至上100条成语也好，都好像仅仅读了一首诗、一首儿歌这么简单，就很上口的就能把它熟记下来了。那么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，然后他们的这个华语程度的提高，逐渐的他对成语消化、吸收、使用、理解，就可以把它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、语言当中去了。现在小孩学习呢，他也是蛮多元化的。如果我们是买了一本词典回家，就像我们以前这样子很枯燥的，就这样子背，这样子念，固然有一些成语故事，偶尔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哈，但是也不可能像这个韵文或者音乐这样带来的影响比较大。对，很多人都其实以为成语都是有这个故事、有典故的。实际上，成语的典故是很少一部分的。比如说，在我的教材当中，我们800条成语，仅仅能够筛选出来的典故只有100多条成语，它是存在典故的。但是有一些典故呢，跟我们现在的生活、现在所用的语言、故事，它是属于我们比较难以接受和理解的。我举个例子，好像现在生活当中，如果你跟小朋友说矛跟盾，自相矛盾是成语，当时我们也知道这个典故是怎么来的。可是他如果没有学过西洋的一些武器，他没有这个概念，你看说矛跟盾，就解释这2个矛和盾就很难，挺难的了，就有难度了哦。所以如果通过韵文的方式或者游戏的方式，比如说年纪比较小朋友比较不容易说就是走神呐，他比较有参与感哦。所以我的这套教材，我是把成语呢给他通过接龙，通过押韵行文，这样让孩子首先他在字面上他就记忆了，通过这样的一个很欢快的一个形式，他可以很快的就背诵了很多成语。而且对于小的孩子，我们主要先让他认识成语中的常用字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那常用字认识了，通过这些常用字，我们可以迁移出来很多的词汇。我们800条成语迁移出来2000多个词汇，这些常用词汇他们读熟了、认识了，在阅读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流畅的帮助他们理解阅读的内容。所以我这个成语识字库、快速识字阅读的教材，是从发音、识字、学词、学句、学成语，最后到我独立的阅读和写作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套体系。所以我们对成语的理解、掌握、认识和书写，这都是其中的一部分。所以说，不仅仅是比如说比较小的孩子，比如说 preschool 的，小学生也可以用这套方法。对。乃至于他再大一点点，他就环扣到他可能比较深奥一点的这个语文的应用，这些都会在教材里面出现。对，其实我们的小朋友呢，如果从3岁、4岁的小朋友，我们只是让他认字和记忆成语，因为成语本身有5万多条，那我们常用的成语呢1000多条，这1000多条我们让孩子能够记忆在头脑中，在4、5岁的时候，他对意思的理解是不可以的，可能也就1条2条能够达到1%、2%这样的一个比例数，他对非常非常常用，比如说要注意听讲不可以3心2意呀，对，或者说小朋友多才多艺呀，只有这样5颜6色呀，他们会懂，再深奥一点他们是不懂的。可是我们把他的头脑中已经储备了大量的词汇，
词汇的储备，今后他们再慢慢消化和吸收。可是，在这个4、5岁的年龄，他们认字了，常用字认识了，他们会读书了，书读多了，自然对成语的理解也就更快了。那么对于小学生来说，7、8岁，8岁到12岁的孩子，他们理解力已经开始很强了。而且他们的识字量也逐渐的增多了，书读百遍，其义自现。所以说，我们用1/3的时间，对成语的记忆、理解和掌握，1/3时间可能解决他们的生字问题，另外的1/3时间解决他们的阅读能力。我们现在的小学生，很多孩子阅读能力不强，就是他识字的能力很弱，对，所以变成理解问答做得不好啊。读了这个书，可能不知道怎么回答问题呀，或者是说，更严重的就是，其实更直接的表现在他们的写作方面不理想。很多家长说，我的孩子只是写作不好，只是理解问答不好。其实所有的孩子，华语好与不好，都是表现在这2个方面。不是只有理解。对，只是你表现在这个部分。对，理解呢，远比比如识字更重要，因为他理解了之后识字啊，他就不会觉得异常的困难了哈。那么今天呢，宋校长也带来2个非常可爱的小朋友来介绍给在收音机旁边的阿姨叔叔们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徐佳伟。今年几岁？今年几岁？几岁了？我4岁了。你4岁了哈。你在哪里上学呀？我在一间必school的上学。4岁哦，听众朋友，他在 N2 哈，佳伟很可爱。还有一位，怎么你不说话？现在你可以说话了。现在红灯亮起，你可以说话了。我的名字叫陈恩心。哎呀，恩心今年几岁呢？5岁。5岁，你大佳伟1岁。你今天要在我们958的电台这边跟大家表演怎么样的一个节目呢？你要什么呢？你是不是要读书啊？是。读书哈。你要读什么书啊？你看看。小学高级华文。第几年？5不是5岁哈，是5年级的哈。你5岁就要读5年级的书啊？这么厉害，你读给我听听看好不好？来，你要读哪篇？现在读啊，读。来，读这篇。好。高级华文。来，小5声请听。5岁的妹妹。爷爷的书房里挂着一条符，上面写着煮书2个大字，我感到奇怪，书怎么可以煮呢？一天，我指这条符问爷爷，书怎么可以煮呢？书放在锅里煮，不是会煮坏的吗？爷爷笑了，书是精神食粮嘛。食粮嘛，既完是粮食，怎么不可以煮呢？煮熟了，吃下去才容易消化吸收呀。跟你家爷爷讲话讲的。还有呢，来，恩心。爷爷看着我。有个难字。疑惑的样子，就说。当然了，不是真的把书放在锅里煮，不过我们捧着一本书，把书读透。读书读透，把读书读透，然后呢？消化吸收，你想想看，这个过程像不像煮粮食的过程？爷爷喝了一口茶，接着说：“你知道唐代诗人杜甫吧？杜甫吧，他小时候读书常常是反复诵慢。反复什么？是吧？反复诵读。反复诵读，非把书读透不可，这样日积月累，他做起诗起
迟来就的心应手。应手了。人们常说的读书破万卷，下笔无有神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学习语文，对那些好的文章，也应该这么说。否则就很难把语文学好。爷爷，你看我该怎么煮书呢？你可以从课文开始，课本里有很多课文，值得我们好好学习。每天多朗读几遍，仔细体会书中的内容，这样读下去，你不仅能理解课文的内容，还可以牢记许多妙词佳句，好处可多了。肚子里的词句多了，今后写文章还会难吗？爷爷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。恍然大悟。OK， 恍然大悟。读书还真有道理呢。多一句。你看他读的这个流畅啊，他读的这个流畅性啊，而且一口气念了三分多钟。这个是5岁的小朋友，他是 K1，他现在读的是小5的高级华文的下册5B，所以其实我拿这个书我不敢让他读的，不敢让他多看的，因为他太流畅了，所以他读的过程中，我们看到说有几个字他是不认识，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。小5是如果对不会念呢，不仅。可是他并没有读过的这个书。哦。他要是我给他读过的话，他现在就完全顺畅了。我觉得真的大家都会觉得怀疑我们孩子的程度。其实丽珍，你可以随便在里面指词和字。这篇我刚刚看。你帮你女儿复习啊？对，我帮女儿复习的，我刚看了，所以我还知道她的内容。是很不容易。他就是你看他的这个流畅性，所以经过我们训练的孩子，就是先认字，先学词，再学句，再阅读。好，待会儿我们还给大家做一些更多的示范，同时呢也帮助你认识，在11月份假期呢有一个成语时事库的一个训练营哈，稍后继续的锁定我们的真情好爸妈。958真情我当家，休息一会儿。我也来当家。星期1真情好爸妈，很好哦，你的表现。哇。